我一直都对台湾的经济作物很感兴趣，除了它有一些历史脉络之外，那它跟台湾的农业，然后跟每一个时代的时代氛围，其实都非常的有关联。蔗糖它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从大概17世纪就开始有生产，到了日本时代的时候，他们在台湾设立了非常多的蔗糖工厂，然后他用糖蜜来去做发酵，然后这些发酵的酒精就变成了乙醇，然后甚至可以提炼成丁醇，作为飞机的飞行燃料。本来是一个农产品，然后变成了民生物资，然后有了军事用途。我就是以这个脉络去切入，收集了很多不同的农具，然后就是用甘蔗渣去就是把它翻成一个模型，又再用这些带有农具造型的甘蔗渣组合成不同的军事用品。健身房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交汇点，做健身训练的人他们非常重视饮食，对于要吃糖不要吃糖，在健身房里面都有非常严格的规范，但是其实也不可能就是真的就是摆脱得了糖这个饮品，因为它毕竟就是真的已经让全世界上瘾了500年之久，就会希望说可以再把这些带有农业形象的军事用品的物件，然后再把它转换成各种不同的健身器具。我试着去想象说，世界是一个很辽阔、很辽阔的场域，在一个展场有限的空间当中，我怎么去呈现一个接近无限或者是一个很辽阔的感觉？在这个空间当中呢，我会制作以及摆放很多物件，这些物件的组合可能会形成某一种关系。当观者进入这个空间之后，他们也进入这段关系当中。他可以在这个关系当中去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新的关系或新的经验。我透过这些物件所呈现出来的氛围，会是一个相对比较缓慢，然后比较宁静，然后在视觉上第一眼看过去会比较空白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所呈现出来的感觉，会提醒着观众好像要放慢，或者是好像变安静了。好像变得没有外面那么吵闹的感觉。然后刚好在这个展间当中，因为有落地窗，他看到的是高速公路，那这个高速公路车都开很快嘛，或者有时候会塞车等等的。那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或者我们居住的城市是步调非常快的，可是你却在这一个展间当中，一个比较宁静的展间当中，再去看看自己平常的速度，他们可以去反思说，这个展间面对的窗景的外面，是不是一场我们大家都习于速度的前进，我们都很快，然后我们现在都是一个很速食的消费，或是很速食的观看。也许每个人会带走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经验。以前有做那个办公室的工读生，然后你就是整天要坐在椅子上，是要坐很久很久，所以那个好像很舒服的坐着，反而是变成有一点痛苦的，或是给你感觉是很不舒服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像是坐在办公室里面的一个家具，我跟那个家具好像就是合在一起了。它的反转的关系是两个好像看似很对比的元素，或者是很对比的一个关系，然后在作品的构思里面去把它合在一起。说明书或是说明图示，他们一直都有一个很强的功能性，它都会在里面有一些小小的人物，它可能有各种的形象，但我觉得他们都指向的是同一种人，就是那个使用者本身。In-house 系列其实用了这个说明书，像
每个人去揭示，或是每个人去告诉他们说你们是怎么样慢慢变成这个家具的。No Ending 的系列，它反而是相反过来的，变成是只剩下动作跟人物。当今天这些物品都被去掉的时候，原本是配角的这些人物，它反而变成是观众看的对象，而他们原先被设定的这个好像是结局一样的东西就被取消了。正确使用物品的这件事情，其实就跟这个说明书指引的很像，就是它虽然好像是在指引你怎么样去正确使用物品，但也因为透过这些图示，它很像是在告诉你，你是怎么样去用这个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去用自己的身体才是正确的。我们人在这些科技或网络世界，我们跟这些东西的主客体关系，它是被调换过来的状态。这件作品它其实是把两个比较奇观化的视觉经验，然后并置在一起。然后其中一个是这个宝可梦阿北他这个角色的出现，然后把它并置在一个进行中的捷运工程上。跟这个阿北的关系，就是我希望是他在这件作品里面就是做他自己，然后从他这个人的真实情况，然后去看到一些可能问题之类的。他其实脸上不太会有像普通玩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的一丝快乐之类的，他有点变成说我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或是我为了继续着我这些外界给我的印象去做这样的一个行为。脚踏车在这边的角色，它会变，从原本承载着人的一个交通工具，然后变成承载着科技物的一种层架，然后人反而得去服务这些东西，然后去把它顾好、牵好，然后还不能让它碰到雨水。我们在面对当代的这些，就是不管是网络或科技物，就是那个进展的速度会快到我们不太能去回顾人在里面的身份到底会是什么。这层面其实也会像，就是这个阿贝他在跟他的手机，或他的手机跟他的这个脚踏车之间的关系。我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在用手机的时候，在下雨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雨滴滴到我的手机上面，我就会发现到，那雨滴其实把影像的最真实的样子，或是它现在呈现的什么样子的这个关系打开吧，或者说它作为一种中介，然后我才意识到，原来其实如果我在讨论关于影像是如何来的话，它好像要回到一个影像最基础是什么样子。像荧光，通常我们作为一种吸睛的一种材料，其实它的颜色很接近色光的色谱。后来再去理解到关于数位影像制成的历史，包含像显示器、液晶萤幕这些东西，它其实成色都跟色光的组成或是色光的技术推进是有关系的。所以在做这个荧光材料，我觉得我是透过数位影像的制成的原理，经有人的加入，那这个大量的时间跟劳力，它会产生一种密集的影像。可这密集的影像在现场会变成一种很均质的一个画面，就是没有图像了，没有 icon， 没有图案的这种画面。即便在我每一个创作计划里面，它都像是一种模仿，对于光线的模仿，或者是对于我们现有技术物的模仿。但我觉得我也会跳到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就是当它这样被操作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在模仿另外一个东西，而是它本来就是如此。所有人都可以，或是所有的情况、所有的情境下，它都能够这样被操作。可是，在那样特定的情境下，它发生了一个特定的意义。那我觉得这个双重性对我来讲，或是它原本就是这样子的那个地方，其实是很迷人的。
青春这个问题，其实在电影或是在戏剧上面已经处理到非常非常多了。可是我觉得我比较想处理的一种是一种深刻，就是在那个状态里面凝聚出来的这个当下，它好像提出来的是一个未来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经历了青年，然后人的生命状态在那个时候是经历一个青年，你还是处于一种你即将可能要成年了，你好像背负了某种使命，你可能对自己还不够确定，或是还不确定自己是什么。然后这卡在一个中间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一种状态的出现，就是它非常非常的不稳定，就是它可能是一种很想冲撞的一种状态，或是一个比较负面，或是一种其实蛮期待自己未来成长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各种状态。那它有具有某种很强的叛逆性在这个艺术的转译里面，它不一定是用讲话的方式去跟你讨论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变成某种肢体上的一种转译方式，或是一种影像造型语言的一种转译的方式，然后就是会由我与这一群年轻的剧场演员共同在这一些各自的生命问题里面进行一些提案的内容，并且呈现。我是很希望观众是直接接到一个他们在凝视青春这件事情的时候，感受到自己在过去那种悬而未决的一些状态，然后怎么样去度过那个时间。Sandus Research Agency English Press 1中文请按2尘埃样本寄送请按1申请采集特地场域里的尘埃申请请按2通报遇见极近噪音云的经历请按3听取过去沉积于尘埃里的申请请按4听取未来尘埃里的申请请按5听取现在录音中的尘埃请按6听取氛围知识请按7声音尘埃与集体意识相关请按8未来考古技术咨询与多维度听觉感知相关请按9空间的记忆以声音的形式沉积于尘埃之中。尘埃不停地记录着其周围环境的生境。与有形与无形物质之间徘徊。我的姑姑她在美国住了50几年，然后她有一天看到我奶奶画在一个乡下地方的中国餐厅这样，所以对她来讲是一个寻根故事那种感觉，但是对我来讲是比较是我在美国念书，然后就待下来，然后后来决定回台湾的一个过程，所以是2个 generation 的那个离散故事，有点把一个比较小的历史或是比较具体的记录的东西去用某一种虚构去取代。
飞行荷兰这个传说，它对我来讲有2个层次，一是那个大航海时代的时候，因为荷兰是海上霸权，所以其他国家抹黑他们，就编造了一个故事。另外一个层次是说，在精神分析里面有Flying Dutchman Syndrome， 飞行荷兰症候群，就有的人他们可能会就是灯就瞬间消失，然后他换一个身份去其他地方，就完全抛弃他现在的人生。然后我觉得这个跟迁徙到另外国家其实有关系。然后其实人的人生一定会有某种状态，是你可能必须要跟过去切割，然后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式继续活下去这样子。另外一个角色是有一个中国女鬼嘛，就是我用一个鬼魂的状态去描写我的祖母。一方面是因为那个记忆很久，再来就是国族的隐喻啦，就是用比较好笑的方式去处理中国符码的部分，用这种方式去思考我的祖先跟我的关系。你会希望你有去看过吗？那个话 DC， 你知道那个餐厅收了？我并没有打算专程为了这个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觉得这份缘分，也许就是到那。行僧它是一件融合神话，还有我身为移民去学习语言的这个故事。语言对我来说只是从水中掉落的形状，而在语言真的发明之前，我们就会有这些形状产生。可是这些形状它是会变化的。那这件事情在仓颉的神话故事里面中发生了改变，因为仓颉捡到了这个天上掉下来的蹄，他拿着这个蹄去问猎人，猎人可以透过不同形状的蹄来代表明确的不同的动物，所以这件事情启发了仓颉。语言的目的，它是为了记住事情。可是我在使用英文的时候，常常会因为发音的不标准，就会让我想要传达的内容产生偏差。然而，在我的经验告诉我，即使你的发音再漂亮，即使你有 ABC 的发音，它都没有办法抹去那文化的差异。所以，身为移民在这里生存的方式，并不是去模仿美国人的声音，而是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什么是自己的声音？它并不是一个某种形状的样子，不是一个亚洲的样子，也不是一个美洲的样子。它像是一个你从来没有听过的动物发出来的声音，但是那个声音你一听到，你就会确认说啊，可能是同个动物发出来的声音。所以，当你发出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可以被识别，你就可以被认可。你的形状就会固定。那这件事情不只是存在移民当中而已，它其实是这个世界运行的道理。有一次偶然在网上浏览的时候，看到一部当时候日本在马来亚推出的一部政治宣传片，大概在1943年的时候，片名就叫做《马来之虎》，然后它诠释的就是古逢的故事。后来也是一个朋友跟我讲的，就是他看到一个简报的资料，然后上面就有一部台语电影的广告。他的片名叫《龙虎斗》，但是他写了一个别名，就是他说龙虎斗又名马来之虎。在冷战时期的时候，这个角色又重新出现在一个日本的电视剧里面。那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做《怪杰哈利茂》，哈利茂其实是马来语的老虎的意思。后来才发现说，这个角色在不同的时代里面，而且刚好都是在一些相对关键的一些时代，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荧幕的转世。他可能真的曾经是一个人的一个身躯，但是他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造型，他自己本身也在这些不同的影像里面，或者是一些物件上面，他有了他自己的一趟旅程。
我觉得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切入点，透过它的一个旅程的想象的重建，然后重新的去看待说台湾、日本、马来西亚之间的一个关系。对我来说，它其实非常像一种不同的地域之间的一个边界的关系，它可以是一种感情的一个流动的变换的一个状态。欢迎来到未来神珠博物馆。本馆透过新形态展示系统，我们做神珠文化的研究的时候，就发现1911年的时候，日本殖民政府想要提升台湾本土的猪只的产量。那一方面，除了传授比较先进的饲养技术之外，他们也发现在新竹的义民祭那边有猪只的祭祀活动。所以他们在这个祭祀活动就是加入了敬重的这个项目，那同时也会给予奖励。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对于神珠文化的影响，激起我们团队很大的兴趣。所以在未来神珠博物馆这个计划中，我们尝试想象在2020年，如果非洲猪瘟这个特定的事件开展出了不同的结果的话，那有没有可能未来的神珠文化会产生不同的演化？透过不同的疫情结果，我们编列了3个不同的平行世界，去勾勒出未来神珠宗教祭祀的样态。那我们也思考如何借用博物馆这样的形式来承载这些平行的情境，并且呢，这个博物馆本身它就是未来养神珠的一个机构，所以它不再是再现某个文化的博物馆，而是它自己就是故事本身。那我们最后设计了一个塔状的结构，让这些平行的情境可以在这个结构里面不断的增生，观众可以非线性的游历于其中。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虚构的平台去回看自己跟这些宗教文化的关系，在这样的现在当下的这个文化中，我们的立场是什么？然后重新反思我们现在的状态。作为是要念生。